你有没有想过，花几十万做的植牙，可能正在你嘴里变成一颗定时炸弹？牙医不会主动告诉你，那些看似完美的钛金属牙根，几年后可能让你的骨头悄悄烂掉。今天我要揭开这个藏在口腔里的巨大风险，而且告诉你一个真相：聪明人早就换了另一招，不仅更安全，还能省下90%的钱。植牙听起来很美，就是在缺牙的位置把一根钛金属螺丝拧进牙槽骨里，等骨头和金属肠牢固之后，再在上面装一颗假牙。它咀嚼力强，不伤邻牙，外观自然，还能防止骨头萎缩。这些优点让很多人一缺牙就想到植牙，好像这是唯一的答案。但现实远没有那么完美。植牙本质上是一个侵入性手术，手术过程就有风险。上颌牙齿植牙时，如果位置没掌握好，可能刺穿上颌窦，引发鼻窦炎或感染。下颌臼齿区域植牙若深度不对，可能伤到下齿槽神经，导致嘴唇或下巴永久麻木。术后也可能出现伤口发炎、感染、脸部肿胀、出血不止，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并发症。虽然比例不高，但一旦发生，对生活品质影响极大。然而更大的隐患是长期的，这才是植牙被称为定时炸弹的真正原因。人工牙根植入后头1-2年可能相安无事，但几年甚至更长时间后，很多人发现植牙开始松动。发炎原因是一种特有的慢性病，植牙周围炎。简单说，就是围绕人工植体周围的骨头和牙龈发生慢性发炎破坏，骨头一点一点流失。人工牙根没有真牙的神经和韧带，早期发炎不会像真牙那样有明显疼痛，它就像一颗闷不吭声的定时炸弹。等你发现假牙开始摇晃时，周围的骨头往往已经被细菌破坏的所剩无几了。为什么会这样？主因是细菌感染和慢性发炎。口腔里布满细菌，真牙有牙周膜和牙龈紧密附着作为防线，但植牙周围的这道防线相对脆弱。如果平时清洁不彻底，细菌容易沿着人工牙根的周边渗入深处，引发慢性感染。一开始可能只是牙龈轻微红肿，不痛不痒，结果日积月累，骨头被悄悄破坏，最后地基不稳，昂贵的肢体整个松脱。很多植牙失败案例其实不是医生技术不好，而是患者术后清洁没做到位。更可怕的是，有些人的身体状态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炸弹。如果你本身有慢性牙周病或糖尿病等慢性发炎疾病，全身发炎指数处于高档，植入人工牙根后，身体可能会把它视为敌人，很难让它稳定扎根。根据卫生单位调查，成年人中有80%以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问题，其中接近一半属于中重度。如果没有先治好这些问题就匆匆植牙，等于在一个不干净的伤口上缝合，失败只是时间问题。有些牙医在建议植牙时可能没有充分强调这一点，他们应该先评估并控制患者的牙周状况，但现实中出于种种原因，牙周问题并未充分处理就直接植牙，结果植体安进去了，表面风平浪静，底下暗潮汹涌。几个月或1-2年后，植牙周围发炎冒头，牙龈反复红肿流脓，口中有异味，最后植体松脱失败。患者花了钱受了罪，到头来牙没保住，反而骨头更少，问题更棘手。很多人以为植牙成功率很高，牙医也会告诉你初期成功率可达95%以上，但这个数字指的是手术植入半年或1年内的成功率，也就是短期内不出问题的比例。可人的一辈子那么长，植牙要在口中陪伴你10年、20年，甚至更久。临床观察显示，植牙植入5年以上，周围骨流失的比例逐年增加，10年左右可能有1到2成的植牙出现不同程度的发炎和松动问题。你现在种下去的牙，也许潜伏好多年之后给你来个大麻烦。植牙一旦失败，代价远不止拔掉那么简单，你前前后后花掉的几万甚至几十万就打了水漂。人工肢体取出后，那个区域的骨头通常已经遭受破坏，牙床里往往是一个更大的骨洞，要不要再补骨再植？可以，但会变得更复杂更贵。你可能需要先做植骨手术，填补缺损的骨头，再等几个月愈合，然后尝试植入新的肢体。每一步都要花钱花时间，还不一定成功。有些案例骨头条件太差，医生会告诉你不能再植牙了。
那时你别无选择，只能退而求其次，戴传统假牙。但此时你的牙床条件可能比最初拔牙时更糟糕，装传统假牙的稳定度也会打折扣。更惨的是，植牙发炎时可能波及旁边原本好的天然牙，造成齿槽骨发炎吸收，连累邻牙也松动。本来只是缺一颗牙，结果搞到周围一圈都遭殃。讲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既然植牙有这么多风险，为什么牙医诊所还一窝蜂推荐？这就涉及现代牙科医疗的一个现象，商业驱动。植牙是一门高技术含量又高利润的项目，一颗收费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全部自费。而传统活动假牙或牙桥相对便宜很多，有的还有部分健保补助。在利润驱使下，许多诊所对植牙格外热衷，各种广告铺天盖地。即便患者原本还有其他治疗选项，医师也习惯性的优先建议植牙。并不是说所有牙医都唯利是图，但在现在的环境下，植牙确实成了最夯又最赚钱的治疗。大部分病人对专业并不了解，医生说什么就照做，砸下大笔积蓄投入植牙疗程。如果没有人提醒你植牙的前置条件和后续维护有多重要，你很可能就带着乐观的期待，踏上一条暗藏陷阱的路。听到这里，你也许开始犹豫，难道缺牙就不能植牙了吗？当然不是，重点在于对症下药，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而不是人云亦云。那种一缺牙就一定得植牙的观念其实是错的。替代植牙的方法有很多，有些选项不仅更安全，还能省下高达90%的费用。那些精打细算又理性的聪明人，早就偷偷选择了这些方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他们到底用了什么高招。第一招，能不拔牙就不要拔。最便宜、最安全、最省事的牙齿，永远是你自己原装的那一颗。很多人走上植牙这条路，是因为原本的牙齿出了问题被拔除了。如果当初能把那颗牙救活，是不是就根本不用植牙了？所以聪明的人在牙齿出了状况时，一定会先问医生，我的牙还有没有得救，而不是一来就接受拔掉换人工的建议。现代牙科有一项关键技术叫根管治疗，俗称抽神经。它的存在就是为了拯救那些深度蛀牙、牙髓发炎，甚至牙根感染的牙齿。根管治疗的原理是把坏掉发炎的牙神经清除干净，彻底消毒牙根内部，然后封上特殊材料，最后再做牙冠保护。经过这样治疗的牙齿，虽然神经没了，但牙根还牢牢扎在牙槽骨里，功能几乎和健康牙一样。最重要的是，你保住了自己的真牙，不像植牙那样换了一根人工的。举个例子，有颗大臼齿蛀到了神经，牙医说恐怕要拔掉植牙，但另一位牙医仔细看 X 光后表示可以试试根管治疗。结果根管治疗非常顺利，再套个全瓷牙冠，整个疗程花费不到植牙的1/10。几年过去，这颗牙使用良好。如果当初拔掉去植牙，不但多花了10倍的钱，还可能有那些长期风险。当然，并非所有坏牙都救得回来，但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根管治疗加牙冠的成功率相当高。很多人做完根管的牙齿在口中存活10几20年不成问题。就算某天真不行了，再拔牙也不迟，至少你已经多用了好多年。第二招，拔了牙不一定要植牙，可以用牙桥或活动假牙。假如某颗牙齿实在无法挽救被拔除了，空出的缺牙要怎么补上？这时大多数牙医会提出3种方案：活动假牙、固定牙桥或植牙。固定牙桥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经典疗法，它的做法是利用缺牙两侧的邻牙做支柱，在它们上面各制作一个牙冠，中间再悬吊一颗假牙，连成一座桥，凝固在邻牙上，这样中间缺牙的部位就有牙齿可以用了。牙桥的优点是疗程比较快速，而且不涉及手术，不需要动刀植入人工物，很多怕手术的人接受度更高。至于缺点，为了装桥墩的牙冠，两侧健康牙齿必须稍微磨小一些，等于是牺牲部分邻牙的结构。但总的来说，牙桥的咀嚼功能和美观度都相当不错。很多人在植牙技术普及前，就是靠牙桥吃香喝辣好多年。牙桥的寿命大多能用10年左右，有的人甚至用20年以上。价格方面，以同样缺一颗牙来说，做牙桥通常只需2颗牙冠的费用。
可能只是植牙费用的一半甚至更低。再来看看活动假牙，这是一种可以自由摘戴的假牙装置，依据缺牙数目的不同，有全口活动假牙，也有部分活动假牙。活动假牙通常由一个树脂或金属的底座，加上假牙齿和金属钩子构成。你白天戴在口中，靠着与牙床的吸附和残存牙齿的钩挂来稳定位置，晚上或饭后可以取下来清洗。很多人一听到假牙就联想到老人家掉牙套的窘境，觉得很不方便，很丢脸。但其实现代活动假牙已经有很多改良，例如隐形义齿使用弹性树脂材料制作卡扣，不再需要传统明显的金属钩，美观度提升许多。活动假牙的最大优势就是经济实惠，一副活动假牙的费用可能只是同等情况下做植牙的1/10不到。对于预算有限的患者，活动假牙提供了一条基本解决咀嚼问题的路。同时，由于不开刀可逆转，如果戴不习惯，大不了不戴或重做，也不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且活动假牙制作周期短，通常几周内就能做好。当然，它的稳定度和舒适度相对不如真牙或牙桥，需要适应，口内有异物感，不能啃太硬的食物。但这些缺点对于预算有限或身体条件不适合植牙的人而言是可以权衡接受的。有不少人嘴里带着全口假牙，依然可以笑口常开，享受美食。甚至一些年轻的缺牙族，如果无法负担动辄数十万的多颗植牙费用，也会先选择活动假牙过渡，等之后经济能力允许再考虑其他方案。这种务实的做法正是聪明之处，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最佳选择，而不是盲目跟风。第三招，照顾好自己的牙床和身体，比花钱补救更划算。不管你最后选择植牙、牙桥还是活动假牙，有一点是共通且重要的：牙周健康与口腔清洁。很多植牙的隐患其实来自牙周环境差和慢性发炎。如果能提前把牙周病治疗好，把血糖等全身状况调整好，再来进行缺牙修复，成功率一定大幅提升。预防大于治疗，与其等植牙坏了去补救，不如一开始就避免它坏。所以聪明的人在做任何缺牙治疗前，一定先请牙医评估牙周。有牙周发炎就先做牙周治疗，该洗牙洗牙，该吃药吃药，先把土壤改善，再考虑种树。同时平日养成良好刷牙习惯，使用牙线或冲牙机，保持口腔清洁。一口干干净净没有牙菌斑的口腔，无论是天然牙还是假牙，都比较能长期稳定的服务。第四招，保持资讯透明，多方咨询不吃亏。当牙医建议你植牙时，不要不好意思提问，勇于问除了植牙是否还有其他选择。一位负责的牙医师应该愿意讨论传统假牙或牙桥的利弊，甚至主动分析不治疗会怎样。如果医生态度敷衍，只是一味推销植牙疗程，这时聪明的你就要提高警觉。也许换一家诊所咨询会有不同收获，货比三家不吃亏，对待医疗服务也是类似道理。尤其是像植牙这样昂贵又非急迫性的治疗，多听几个专业意见绝对有帮助。有时不同背景的医师会给出完全不同的计划，让你惊觉原来还有这种做法。最贵的不一定是最好的，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你。把选择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你就不会当稀里糊涂的冤大头。也许有人会想，植牙有风险，传统假牙又有缺点，难道就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了吗？其实人类的智慧不会停止在此。目前科学家们正努力研发更先进的技术，未来或许真的可以让人类重新长出牙齿。近年来，有研究团队成功让实验鼠和雪貂长出了新的牙齿。他们研发出一种药物，可以抑制阻碍牙齿生长的基因，借此唤醒沉睡的牙胚细胞，重新长牙。这项牙齿再生疗法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如果进展顺利，目标是在2030年前后让这种长新牙的药物问世。到那时候，人类掉了牙齿，不用假牙，不用人工植体，只需打1针药就能长出第3副真牙，那将是牙科医学的颠覆性革命。当然，目前这还是梦想蓝图，实现之前我们还得依靠现有的方法来处理缺牙问题。但知道未来还有希望，也能让我们对当下的选择心态更平和。
没必要现在就孤注一掷砸重金在单一治疗上。总而言之，牙医不说的秘密，我们今天替你说了。植牙虽好，但并非完美无缺，它对人的条件要求高，而且需要良好的维护。一旦忽略关键细节，它就可能从治疗利器变成伤害你的定时炸弹。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其他路可以走，保住原牙也好，做牙桥也好，带活动假牙也好，每一条路都有成功抵达重展笑颜的案例，而且花费往往远低于植牙。聪明的人懂得审视自身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案，而不是一味追求最新最贵的潮流。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植牙在很多情况下确实是优秀的选择，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被充分告知风险，以及有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如果你牙周状况佳，经济负担得起，又向往植牙的便利，那就放手去做，并且遵从医嘱勤保养。但如果你的条件不那么完美，预算也有限，那千万别气馁，传统方法同样能让你恢复咀嚼和笑容，而且留下更多钞票在口袋。毕竟不管用哪种方法，最终的目的都是让你开开心心吃饭，快快乐乐微笑。如果能用更简单实惠的方式达成这个目的，又何必多走冤枉路呢？记住，维护口腔健康最重要，谨慎评估，多方比较，最明智的你自然会做出让牙齿和荷包都满意的选择。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记得点个订阅，下期我会继续揭露更多藏在日常医疗里的真金白银。再见。